第239章破解封印。望着那满脸狂喜的紧握着玉瓶的海波东，萧炎轻笑了笑，微笑道：海老先生，东西我已经给你顺利炼制出来了，那残图……闻言，海波东微微一愣，旋即快速地将自己从狂喜情绪中拉了回来，舔了舔嘴唇，眼珠转了转，脸庞上略微露出一抹尴尬，道：这个小兄弟叫我萧炎吧。瞧着海波东这副模样，萧炎眉头微微皱了皱，淡淡的道：呵呵，好，萧炎小兄弟。连忙点了点头。海波东冲着萧炎扬了扬手中的玉瓶，讪笑道：小兄弟，别怪老夫事多，不是老夫我不相信你，不过主要是我也没有见过破厄丹确切是什么模样，只是从药方上面知道它是橙紫色，所以不知萧炎小兄弟能否让得我将丹药服下后测试一下它是否真的能助我破解封印。哼，如果封印真的能够破解的话，老夫定然会立刻将残图奉上，并且对小兄弟道歉。老先生，你这般不断的找借口拖延，可没有曾经身为加玛帝国10大强者的风度哦。萧炎修长的指尖轻轻地弹开袖口上的一道灰尘，面无表情的道：小子我是倾尽全力的帮助老先生，可你的所为却是有些让我寒心啊。哎，萧炎小兄弟，当初我们的确说好了，只要你帮我炼制出破厄丹，我便将残图交予你，可你总得让我验证一下这丹药的真假吧。说句讨嫌的话，若是你随便拿一枚其他丹药来充数，我若不检查的话，那不是吃大亏了。海波东一张老脸倒是比萧炎想象中的要厚上许多，苦笑的模样倒像他是最大的苦主。望着那苦着脸的海波东，萧炎眉头紧皱着，淡淡的道：老先生，我得提醒你一点，这破厄丹的药方是你给我的，我也是完全按照上面所说炼制丹药，可这丹药究竟是否有着破解封印的效果，那就只有鬼知道了。所以若你服下破厄丹后，因为你这药方的缘故，封印依然没有解开，那岂不是都得怪在我的头上？那我这般千里迢迢的赶赴沙漠，并且冒着被美杜莎女王击杀的危险，替你寻找沙之曼陀罗，还有花费诺大精力炼制丹药的苦劳，都得被无视了。萧炎十指交叉在身前，低声冷笑道：我做了这么多，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残图以及一位斗皇强者口头上的人情，你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闻言，海波东脸庞略微有些尴尬，片刻后方才干笑道：老夫也知道我的要求的确有点过分，不过萧炎小兄弟请放心，我自然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这样吧，不说立即解除封印，只要这破厄丹能够产生丁点效果，那我都不会食言。而且这破厄丹可是萧炎小兄弟亲自炼制出来的丹药，难道你对他还没有信心吗？呵呵。呼，深吐了一口气，萧炎抬眼望着那干笑的海波东，眉头紧皱着，好半晌后方才有些不愉地挥了挥手，淡淡的道：就依你吧，提醒老先生一次，这是我最后的忍让了。呵呵，多谢萧炎小兄弟谅解老夫的难处啊。听得萧炎答应，海波东脸庞上顿时浮现愉悦的笑意，将玉瓶小心地收进那戒之中，然后对着萧炎道：小兄弟，跟我去地下室吧，如果待会真的破解了封印，这地下室能使得气息不会外泄，同时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点了点头，萧炎连话都懒得与他多说，冷着一张脸对着他扬了扬下巴，示意海波东带路。瞧得萧炎的脸色，海波东也知道他此刻心中很是有些不爽，当下只得讪笑了一声，然后赶紧闷头在前面带路。跟在海波东身后，萧炎望着前方那步伐轻快的苍老背影，沉默了一会之后，面无表情的脸庞忽然掀起一抹淡淡的冷笑，袖袍之中的拳头微微紧了紧，修长的指尖上一缕青色火焰调皮地跳跃着。抿了抿嘴唇，萧炎微眯着眼眸，在心中喃喃道：老家伙，希望你真的不会让我失望吧，不然的话，管你是不是什么曾经的冰皇，今日都得要你后悔莫及。虽然走廊并不大，不过那曲折缠绕的程度却是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一路紧跟着海波东在走廊之内拐了几拐，周围千篇一律的环境让得人精神略微有股疲倦的感觉。不过好在萧炎定力不错，所以倒还不至于感到如何难以忍受，
只是心中略微有些压抑罢了。走廊之中光线并不强烈，每隔10多米距离方才有着一盏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灯盏。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中，两人都是保持着沉默，只有那脚步的轻微声响在长长的走廊之中缓缓地回荡着，久经不息，听上去隐隐有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走廊虽然是呈直线，不过萧炎却是能够感受到他们似乎正在走着下坡路线。在这般沉闷地行走了将近20分钟左右，前面的海波东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对着萧炎笑道：“到了。”目光跳过海波东，萧炎目光在前面扫了扫，只见在那淡淡的灯光照耀下，一扇厚实的铁门出现在了视线尽头处。铁门深沉而黝黑，透着一股厚实之感。望着铁门，海波东的脚步明显快了一些，片刻后来到门前，手掌搬动了一下门前的一尊黑铁狮子头，顿时随着一阵咔嚓声响，铁门自动地缓缓打了开来，一道明亮的光芒也是从中透射了出来。请。对着萧炎虚扬了扬手，海波东笑着率先走近，站在门口略微迟疑了一下，萧炎目光在大门周围扫了扫，旋即也是踏入了地下室之中。进入地下室，周围的温度骤然间降低了许多，淡淡的冷意缭绕在周身。萧炎四顾望了望，有些愕然地发现，这处地下室竟然是一处地下冰窟。在冰窟的天花板上以及四周厚厚的墙壁之上，都是挂着雪白的结冰，头顶之上一道道尖锐的冰凌，犹如锋利的长剑一般倒悬在天花板上。淡淡的寒雾散发而出，缭绕在地下室之内，经年不散。这种略微有些庞大的地下室，也不知道海波东花费了多少时间与精力。呵呵，我所修炼的斗气功法偏向阴寒，所以在这种地方修炼效果要更好一些。而且这里距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结冰以及泥土能够将这里的气息掩盖，使得不会被别的强者所察觉。似是清楚萧炎心中的疑惑，前面的海波东笑着解释道：“微微点了点头。”萧炎也不客气，在地下室中央位置的一张椅上坐下，抬头望向海波东，平静的道：“搞快点吧，我并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呵呵，好。笑着点了点头，海波东将破厄丹从那戒之中取出，放在手心细细的翻看着，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又是让的萧炎眉头皱了皱。检查了半晌之后，在并未发现有异的地方之后，海波东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此时的他也是学聪明了点，知道自己先前的那番举动肯定又是会让的萧炎大生不满，所以他也干脆没有偏头去看萧炎的难看脸色，脚尖在地面轻点，身躯闪掠上一处完全由寒冰所凝聚而成的坐台之上，盘腿而坐，然后将手中的破厄丹塞进了嘴中，喉咙微微滚动，将之吞进了肚内。坐在椅上，萧炎垂头踢着手指，在海波东将破厄丹吞下的刹那，垂下的脸庞上忽然掀起一抹有些幸灾乐祸的淡淡笑容。冰冷的地下室中，随着海波东逐渐进入修炼状态，气氛便是逐渐的变得沉寂了下来。萧炎只顾坐在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掌看，似乎一点也不关心海波东破解封印的进展是否顺利一般。安静的氛围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却是被一圈凶猛的能量涟漪将这股宁静打破了去。冰台之上，那一直陷入沉寂的海波东，此时身体忽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一股股凶猛的能量涟漪从其体内急速扩散而出，能量涟漪所过之处，周围的桌子、冰柱皆是噼里啪啦的被蹦碎了去。缓缓抬起头，萧炎望着那急速而来的能量涟漪，心随意动，淡青色的火焰斗气沙衣迅速在身体表面浮现，炽热的青色火焰将那些扩散而来的能量涟漪尽数焚烧成一片虚无。冰台之上的海波东似乎并未察觉到他所造出的破坏，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会，那苍老的脸庞上忽然猛地紧绷了起来，额头处的位置幽青色的诡异能量急速地凝聚着，片刻后竟然是形成了一条幽青的细小能量蛇纹，蛇纹盘旋在海波东的额头之上，将他体内那澎湃的斗气死死地封印住。在蛇纹浮现的刹那，海波东的脖颈位置淡紫色的能量缓缓地缭绕而上，仅仅是眨眼时间，便是开始与幽青小蛇开始了接触。两股凶猛能量的接触，
便是造成了先前那一波波能量涟漪的出现。紫色能量与幽青蛇纹在海波东的额头位置一上一下的不断僵持着，两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淡淡光芒，将海波东的脸庞映射得颇为诡异。再加上由于两种能量在脑部这种重要位置争夺所制造出来的剧烈疼痛，也是让的海波东的脸庞略微有些扭曲，这般看上去竟然隐隐有股狰狞的味道。食指交叉在身前，萧炎抬起头，紧紧地盯着那脸庞散发着两色光芒的海波东，心头也是略微有些好奇，这所谓的破厄丹究竟是否有着那将美杜莎女王所设置的封印破解的能量。紫色与青色两道能量在海波东的脸庞上这般上上下下的僵持着，不过当僵持时间过了将近约有半小时之后，那幽青蛇纹终于是略微暗淡了几分。显然这所谓的破厄丹似乎还真的是有着克制这种封印的奇效。啧，这破厄丹真的挺不错啊，日后若是有机会也得给自己备上一点，不然万一哪天被人给封印了也好有点底子。望着那在紫色光芒中越来越暗淡的蛇纹，萧炎眸子微亮，轻笑道：小心点，那家伙的封印要被破解了。药老的提醒声忽然在萧炎心中响起，微微点了点头，萧炎体内斗气开始了缓缓的流淌，随着准备着一切突发的事故。紫色能量借助着克制之效，缓缓地驱逐着蛇纹所占据的地盘，在将后者逐渐驱赶自海波东额头之顶时，紫色能量猛地暴涌而上，一股凶猛的劲气竟然是生生地将那道蛇纹给挤出了海波东的脑袋。蛇纹刚刚脱离海波东的脑袋，便是一阵剧颤，旋即化为一阵青烟，袅袅消散。在蛇纹离体的那一刹，海波东那紧闭的眼眸猛地睁了开来，金光自眸子中犹如实质一般爆射而出，一股凶悍气势犹如苏醒的狮子一般，从那被深深压抑了将近几十年的身体内部暴涌了出来。在这股强悍的气势之下，地下室之内的冰晶层竟然都是开始了皲裂。哈，这该死的封印终于滚蛋了，老夫又成为斗皇了。脚掌踏在冰台之上，海波东的身体闪电般的悬浮在了半空之上，脸庞之上充斥着狂喜，仰头放声狂笑。剧烈的声波被斗气所携带着，将周围皲裂的冰层震得轰的一声爆裂了下来。狂笑了好半晌，半空中的海波东猛然将那泛着金光的视线投向了下方坐在椅上动也不动的萧炎身上，浑浊的老眼微微眯起，似是察觉到半空上射来的凌厉目光。萧炎嘴角微掀，缓缓抬起头来，脸庞平静的犹如那一潭深不见底的井水一般，淡淡的凝望着半空上那位回复了实力的斗皇强者。半空之上，两道目光交织，隐隐地迸射着许些寒意。